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上周啊，硅谷银行暴雷，让我们经历了美股市场上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这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呢，由悟空阴线、八剑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那么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美股跌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正式开启了一个下跌之路。但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回看比特币啊，在比特币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个位置上存在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首先呢，比特币的这一轮反弹是基于了我们观察到行情当中1440均线和1690均线形成的一个有效支撑，同时呢，伴随着一个消息面啊，我昨天说的这个消息面就是在今天晚间23点30分，美国要非公开的做一个紧急的议息会议。那么消息面和技术面同时存在了这个时间点，因此呢，引发了它的一轮反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小日线级别还是4小时级别上，这个位置呢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焦点位。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4项战法呢，焦点位的这个位置上属于一个黑洞，那黑洞呢就容易把价格吸引回来。那么上涨行情当中脱离了焦点位，容易下杀回来，那么下跌行情当中容易吸引回去，因此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大概是在15%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幅度呢，让很多山寨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更加激烈的，几乎是倍数的反弹所以呢，我们看到现货市场当中山寨币的波动几乎是比特币的2到3倍。那么反弹后面的行情应该怎样走呢？我认为首先这个反弹呢，它是对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完成之后呢，我们观察外围市场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今天晚间如果出现美股上的反弹反弹过后呢，我认为会有一个继续的下探行情。那么这个下探呢，会让美股重新进入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杀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硅谷银行暴雷之后，后面还有很多银行，起码是3家银行陆续要暴雷出来。那么只有这些银行暴雷之后，行情得到缓解之后下跌趋势减缓之后，比特币才容易出现一个正常的一个上涨行情。那么现在这轮行情，我认为$22,50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位，这条压力线呢是由筹码中枢带来的。所以呢，在美股下跌趋势当中在比特币反弹结束、反弹回补结束之后呢，我认为这个比特币的行情应该会重新回到$19,500美金附近最终呢构成了一个收敛结构。那么接下来的收敛结构呢，主要是对$23,000美金到$1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反复的回补最终的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三角形结构接近尾声的时间点才是一个变盘的时间点。那么行情当中重点要关注一个$19,500美金这样的一个1440均线、1690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跌破的情况下是可以追多的。同时呢，在22,500美金这个位置，筹码中枢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做空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这个交易对它基于了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做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高位十字星，这个十字星呢在1440均线和1690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附近，因此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快会到达一个高点之后出现一个回落，也就是说以太坊未来的行情当中会落后于比特币的涨幅和反弹。那么同时呢，如果下跌的话，以太坊可能会它的下跌幅度会强于比特币。那么我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价格上来。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反弹过程基本上是类似于雷同了比特币的行情，也就是说在1440均线、1690均线这个位置上，以太坊构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附近发生反弹，回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区间。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1627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压力位。同时呢，回到这个区间之后，未来以太坊的一个震荡幅度回落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在1500美金附近到达这里之后，这是一个箱体构成了一个下边线的这个位置。回到这个震荡区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第一轮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已经走出来了。回到悟空阳线之后但是上方存在压力的情况下，它不容易发生突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有可能重新回到1450美金这个位置上来回的震荡，对下跌趋势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白区进行回补。那么下跌的回补动作呢，往往是反弹之后呢，要重新跌回来，最终呢
呢在这个位置上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形成一个价格区间。这个价格区间呢，我认为是以$1500啊做中轴的一个价格三角形的结构啊，最终完成对快速下跌的筹码空缺的一个反复的回补过程啊，之后呢才会重新选择方向。所以呢，微反之后啊，不要着急去做多，往往微反之后呢，它的压力位啊，通常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啊 ，CFX 出现了一个暴烈的反弹，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龙头币种啊，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结束之后，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也同时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做一个回调动作，回调的幅度非常巨大啊，因为伴随比特币的回调，它的回调幅度达到了64%，64%下跌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看似的是一个收敛型结构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动作。那么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的反弹动作呢，冲破了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证明它的多头如果能够站上0.18之后呢，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呢，一定要把0.18作为一个止损位设置进来。如果能够真实的发生突破，它的上方空间将要打开。但是如果回打下来的话跌破0.18的话这个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它的突破就算结束了。也就是说，跌破0.18的话它的突破行情就结束了因此呢，对于 CFX 这种强势币种是要有一定仓位，但是呢，在有仓位的同时，一定要设置止损，这样呢，它如果出现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并且呢有周线级别上涨的动力的话，你可能会抓住它的下一波行情。毕竟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阶阳线组走出来了，那么上方有上层阳线、长层阳线的预期，但有这种预期的同时，也一定要小心它跌破之后快速回杀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做这种行情要有仓位，同时要设置止损。对于现货来说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在下跌过程当中，一定要伴随着下跌去不断的增加自己的仓位我们知道熊市当中是要把这个仓位不断的加满的，这样呢，你在底部才有筹码，也就是说，你有币在未来的牛市当中才能大幅获利、大幅的吃肉。所以呢，目前如果出现下跌行情，特别是我前几天提到了道指Fair 这个代币很多这种优质的代币，它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接近于底部的结构像道指来说，我们看它周线级别打开之后它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于22年10月的一个这个位置因此呢，这个位置呢会给我们带来未来下一轮比特币第4次减产牛市非常丰厚的利润因此呢，下跌过程当中要不断的补充这些优质币种的仓位所以呢，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并且呢，把这个仓位打散之后，分布式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修战法，感谢大家，再见。